这次最后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。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由高高发模的 HG 须佐之男。这款模型目前的均价应该是在19元到21元之间，相对来说呢，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价格了。而且这款模型呢，也是我第一次去制作须佐之男。非高达的设计，我相信啊，一定会给大部分拼惯了高达的朋友来说呢，一小小的冲击。而且由于 Mr. 武士道先生的称号啊，这款模型的增色还是比较多的。那么本体的板件质量，我个人认为看上去还是比较好的。板件数量呢，差不多有4块板件，相对于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HG 的板件水准了。至于最终成品效果到底如何，我们直接来看最后到底如何。那么经过简单的组装啊，这一款高高的 HG 须佐之男就已经全部的完成了。整体的制作过程呢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这款模型啊，有一些问题呢，主要就是关节或者说某些连接件稍微有些松了，这个呢我们到时候后面再说。那么由于须佐之男的机设方面啊，所以说是比较大的，最终呢和普通的 HG 放在一起啊，就会感觉了这一款模型的体积确实是蛮大的了。在配件方面呢，除了主体以外呢，还有2把强化军刀，一个支架，加上一个开掌的造型手了。那么配件方面也就这些东西了。因为须佐之男面相设计呢是沿用了战旗一样的一些零件的，所以说最终呢这个面相其实基本上没有眼睛，加上高高本身啊贴纸歪，加上面相呢不是特别好，在这款模型身上并没有体现这样的缺点，所以这款模型在面相方面还是比较好的。在头部顶端还可以安装一个白色的透明件，这个透明件的武器呢设定上叫什么粒子束轮刃。我是真的对于须佐之男这样的机设其实没太了解过，所以说目前来说也就这样了。那么刨除掉这个透明件呢，其实整个头部的天线还可以进行一定的旋转的，这些啊都是常规操作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然后呢，整个头部虽然说是通过一个 PC 件进行连接，但是这个零件稍微有些松了，需要各位进行一定加固。而且由于整个头部设计比较宽大，在把玩的过程中呢，整体的活动性限制还是比较大的。在胸部的上端呢，是采取了一个贴纸进行补色。然后下端的话呢，也是提供了一个白色的贴纸进行补色，这些也都是常规操作了。那么在整个胸部呢，造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，毕竟高达看多了这一种比较奇奇怪怪的造型啊，个人还是感觉比较不错的。那么整个胸部啊进行向后的后仰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前端的舱门，给它进行一定的下拉，就可以展出内部这么一个光束跳跃件了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个结构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在波动零件的时候，前端的这个舱门呢很容易被波动出去，所以说各位在玩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。在胸部后方呢，应该是设计了一个伪太阳炉一样设计，通过一个 PC 件进行一定的连接，能够进行一定的旋转，但是内部的头胶基本上还是比较多的了。而且这个结构啊，对于整个活动的限制呢，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蛮大的。在太阳炉上方呢，还提供了这么一个蓝色的软铁丝，这个地方我理解为就是一个飘带，但是按照说明书或者设定上呢，这个地方其实呢还是可以连接在刀刃上的，充当一个充电的状态。那么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你整个胸部打开的结构以外呢，整个胸部通过一个柱形卡榫进行连接，能够进行一定的左右旋转。肩胛的部分呢是通过了一个球形 PC 件进行连接的，这个地方呢仅只有这一层，而且这个部分稍微的有些松了，需要各位采用蓝丁胶进行一定的加固。之后整个肩胛外侧呢还有一个推进器一样的设计，这些也都是常规操作了。但是后方就并没有任何的肩胛结构了，而且2条手臂的结构呢是不太一样的，这边后位还备有一个孔位，但是这款模型身上呢并没有其他的孔位提供了，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空空的。那么整个手臂的胸部其实上端呢还提供了这么一个小结构，这个地方提供呢相对来说也还可以，但是对于整体的活动提升啊，其实用处并不是特别的大。肩胛部分呢还可以展开之后呢，露出内部这么一个喷口设计了，这个应该是也是一个类似于基因粒子的释放状态吧，好像应该是。手臂部分两边呢也都是卫臂的对称结构了，这一侧的武器啊，像这一侧的手臂呢上方会预留2个孔位，而另一侧的手臂呢外侧是带有左右合的一个白色装甲，下边呢是提供了一个贴纸进行补色的，所以说2条手臂在结构方面还是稍微的有一些区别的。在造型手部分，除了我们最常见的这种的握持手型以外呢，这款模型还提供了一个开掌的手型，但是只提供了一个。造型方面呢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。那么在整个手臂以及肩胛的活动性方面呢，除了胸部上方呢会有一个演出机构，其他的部分也都是常规操作，基本上都是达到了一个90度的水准。那须佐之男的裆部呢也没有多余的设计，除了前面的裆部这么有一个零件以外，剩下的也就是2侧所安装的这么一个
按照说明书上显示，这个名字还挺不好念的，反正就是一个类似于炮一样的武器。这里呢，我就不去给各位到叫什么名字了，因为我也叫不上这个名字。那么整体呢是通过了一个球状的机械臂进行连接的，都是采取了一个 PC 件套上球关节这么一个设计。虽然说造型方面还可以，但是这个地方的球关节都是比较松的，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。整个炮的前端呢，内侧还可以安装一个连接件，这个连接件主要就是挂在这款模型所提供的2把军刀的。那么炮呢，通过机械臂进行活动以后，前端还是可以进行展开的。展开以后呢，就可以实现整个炮口的一个释放样式了。同时，这个白色零件和内部的小卡嘴零件呢，比较松的，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，直接给它粘死就可以了。这个凹头呢，其实也是可以挂在这款模型所提供的2把军刀的。须佐之男在整体的腿部呢还是比较细长，整体的结构看上去呢还是比较单薄的，但是基本上也都是左右合呈现了一个最终的效果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胯部呢依旧是采取了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。那么整个腿部的活动性能够进行前踢、后屈膝，这些也都是常规操作，但是屈膝活动只能达到90度。后摆的话呢，因为没有拳架的干涉也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侧摆因为是球关节，所以说呢侧摆幅度仅只能达到这样的。而且在侧摆活动稍微的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松的，需要各位稍微的给它加固一下。在脚腕部分呢，其实采取的一个这种的一个开放式的结构。说句实在话，当初我拼完以后呢，我不是特别喜欢，但是这个地方的实用性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整个脚腕的活动性还是非常的好的，通过 PC 件进行连接，而且后方呢还有一个单独的支杆，能够对于整体的站立提供一个比较不错的稳定性。在膝盖后方呢，这2个地方也有一个锥形的推进器提供的一个细节。至于最后的武器也就剩下2把这款模型所提供的一个强化军刀了。其实呢，也就是一个类似于武士刀一样的造型。虽然说整体的刀上没有什么细节，但是看上去呢，相对来说也还可以。这个造型对于这款模型的握持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我个人总感觉这个刀如果说设计的再稍微长一点，可能造型方面会更好一些。2把刀呢，还可以通过反向插上去，就可以实现2把刀的一个连接样式了。当前这个状态下，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。那么到此为止，这款模型的所有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一款模型20多块钱的高 HT 须佐之男呢，我认为是蛮值的。但是这个值呢，仅仅是在于它的武器提供以及整体的造型方面。但是这款模型最致命的问题呢，就是在各个关节部分呢稍微的有一些松了，而且有些地方呢是必须需要加固的。这些到时候还是需要各位自行的处理一下。至于这款模型呢，高还有一款3红版本的以及修罗版本的，目前也都是买不着了，价格呢也都比较偏高。至于这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，我相信看完视频的朋友都应该心里有一个数了。我个人是蛮推荐的，但是如果超过20块钱，或者说超过21块钱，那么这款模型呢就完完全全的不值了。本期的这个模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